他有着英俊奇异的佛像，他被誉为中国最帅和尚，他是80后的篮球高手，他是微博、微信红人，粉丝超12万。他生在永嘉，是永嘉县普安寺的住持。一个有着良好形象和职业前途的80后帅哥，却选择了一条跟其他同龄人不一样的道路。是什么因缘际遇让他抛弃红尘，皈依佛门？是什么天意使然，让他避开世事无杂，静心悟佛？是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促成今日的佛法之路？是什么让他和普安寺结缘？今天让小编带您走进普安寺，去认识一下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帅的和尚。永嘉县普安寺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岩头镇西北部18垄南路，始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，重建于北宋治平元年，明清间相继修建。民国初大修，寺院四面环山，形如莲花。隐藏于永嘉秀丽山水间的普安寺显得格外清幽。穿越南溪沿江的一路春光来到这里，仿佛穿越了一段历史时光。面朝着千年古刹，每一处有迹可循的历史斑驳遗踪，都更促进了我们对明心法师和普安寺的好奇心。6年前，一个在天涯吐槽内心苦闷、自曝想出家的帖子引起了轰动，只因帖子的主人公天赋异象，而且帅呆了，他硕大的耳垂可谓举世无双，人们纷纷赞美，这大概就是佛经中描述佛的32相80种好中的瑞相耳聋垂朵吧。随后6年里，他真出家了。出身农村的他拒绝了无数成为富二代女婿的机会，顶着中国80后第一帅和尚的光环，在佛学院4年求学。毕业后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选择回到家乡，去恢复一座无人问津的荒村破庙。貌若潘安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巨大的资源，更是极大的诱惑。但师父心性极其淡泊，纯明而真诚。与他在一起，百念全消，只留安静。真美在灵魂深处。这篇网文大概能代表所有见过明心法师的人们的心声吧。明心法师自述说，我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南溪江畔的一个古镇，这里风景如画，民风淳朴，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佛教已渐消亡，到现在已没有佛教信仰，全镇没有一个出家人和居士了。童年时好奇的我很喜欢看奇闻异事、未解之谜类的书籍。宇宙的边际在哪里？人类来自哪里？人为什么而活？我总是无法停止思考。我可不想稀里糊涂过一生。1999年，19岁的我顺利通过考试，进入某镇政府工作。其实竞争挺残酷的，140多名大中专生参考，仅7个名额。有个铁饭碗意味着将来衣食无忧，这样一过就是10年。我早不想再过着无聊枯燥的生活了，但要改变很难。父母不会同意辞职，我像只迷途羔羊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理想，颓废堕落，沉迷于电子游戏。幸运的是，我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佛法。2006年10月，上网时偶然听到一首佛曲《轮回》，马上被那悠远空灵的音乐给震撼了。简单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佛号，伴随着引磬、木鱼的敲击声，仿佛让我看到深山古刹、禅影僧踪，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般的丛林生活。一向多愁善感的我，泪水已盈满眼眶。那不正是我向往的世界吗？于是我开始研究佛教对宇宙及人生意义的阐释，很快便萌发出想出家修行的想法。平日里人性丑陋的一面看多了，越发变得孤僻厌世，而一到寺院感觉好温馨。最初几次到寺院参加早晚课，总会让我莫名感动，常要偷偷用纸巾拭泪，生怕被人发现那个脆弱的我。那年12月，我决定割爱辞亲，放下一切，来到天台国清寺出家修行。可惜因缘未成熟，几天后便被父母找到，硬给拉回了家。农村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，父母死活不让我出家。
在没有一点佛教氛围的家乡，我若出家，会给父母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，让他们受乡亲们的讥笑，无脸见人。我只能把梦想暂时埋在心底，祈祷早日因缘具足，出家修行。世事无常，2009年峰回路转，发生了众多奇缘，多年的坚持换回了意外的完美结局。我考上了佛学院，父母也终于同意。9月，我出家来到中国佛学院求学，于11月圆具足戒。2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铁饭碗换瓦钵。有些人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的选择，放弃工作、金钱和美色酒肉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？别以为我真的境界高，我只是个很简单、很普通的人，本来对那些东西就没多少欲望，又谈何放下呢？人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黄金白玉非为贵，唯有袈裟披最难。将此身心奉尘沙，实则名为报佛恩。不要问我为什么出家，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亦或是前世的残影流丝所致。从小我爱穿的就是袈裟。从此明心法师不再上天涯论坛混日子，但在校期间，身高1.87米的他一举一动都那么引人关注。4年后，早已出名的他没有选择去大城市以及名山大庙，而是于2013年11月25日正式入住了家乡的岩头镇普安寺，要让佛法在这偏僻的家乡开花结果。千年古刹普安寺年久失修，100年来已无僧宝常住。原来寺院5座大殿已塌了2座，大雄宝殿也还没有大门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释明心率僧众4人于2013年11月末来此发心恢复古刹，任重而道远。恢复老家的唐朝古刹普安寺非常艰辛，每天要做搬石搭木等苦活。一次他好心挽留外地香客在夜里过夜，结果半夜床就塌了，让他很是惭愧。庙里没有一位本地护法居士，每个月功德箱里也就几百元钱。明心法师说，目前以一己之力又没钱，确实很辛苦。幸亏有佛学院的同学过来帮忙，我打算先把大殿门、寮房等修复，整体恢复原貌可能需要5至10年吧。我一个人能力有限，这还要靠十方信徒们的支持，我尽力而为，能做到什么程度就随缘吧。有人说他的面相有一股悲悯之气，仿佛生来就是要来普度众生。有人将他和《西游记》中面若冠玉、清秀俊朗的唐僧相比拟。有人看见他的照片，心生向往之情，感慨道：终于明白什么叫不可亵渎。然而出色的容貌没有助力他修行，反而成为他出家最大的阻碍。常常有人找到他所在的寺庙，不是诚心来拜佛，就是赖着不走，对他骚扰不断。还有不少富婆和美女苦苦追求于他，周围人因此对释明心冷嘲热讽，他最后一定会还俗。但释明心表示，即使是在出家前，他都从没遇到过心仪的人，此生更对结婚生子毫无想法。不得已，他只能留起了胡子。听到有人说他变丑了，他还高兴地回道：丑就对了，说明有效果。很多人一定好奇，拥有前途无量的好工作，又有帅气俊朗外表的释明心，为何会看破红尘，选择出家呢？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，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是啊，人生如戏一场，聚散均不由人。如果注定散场，就请不要挽留。佛说，这一生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对的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那都是你注定会经历的事。在红尘中活着，总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，不必为此抱怨，一切自有因缘安排。无论怎样的结果，都是命运给你最好的安排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微笑着接受面对，生活中每次给你的考验，尽全力地把它处理好。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，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，而你不曾期遇的灿烂，反而会在你的淡泊从容中不期而至。我们马不停蹄地寻找幸福，蓦然回首，幸福其实就在身边。我们需要做的是停下来，慢慢感受这份幸福。红尘看破了，不过是浮尘；
生命看破了，不过是无常；爱情看破了，不过是聚散罢了。其实在这平聚平散之间，又充盈了多少悲心交集的缘分。本以为萍水相逢，缘起缘灭只在一瞬间，其实这瞬间又有多少人能修到朝朝暮暮的缘分。天地万事万物原本就是有缘则聚，无缘则散。我们会遇到许多的人，也许会有短暂的，也许会有匆匆而过的，直到那个你要的人出现，才会真正停靠。来来走走，人去人留，大千世界，世事生死难以预料，何必纠结于某一人、某一时、某一事？万物循环往复，万事因果相连，一切皆非莫名，做好自己该做的。命运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有心人，他自会安排好一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师父曾说，当你在生活中感到最疲惫的时候，当你拼命想要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，调整心态，让自己强大起来。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最艰难的时期需要走过，但一定要坚守苦中有乐，光明就在远方。